今年年初，习皇帝又把一顶悄悄移动的隐形帽子高高举起，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，没有铁帽子王，字字铿锵，似曾相识。没错，这已是习10年内第4次敲打这顶帽子了。每一次风声鹤唳的时候，习近平就出来放一番狠话，坊间不禁纷纷猜测，习的这第4次敲帽是真的要动曾庆红了，还是在政变、兵变和民变集体冲刺的时刻，习近平只是给自己壮壮胆，吆喝吆喝。至于能不能敲碎铁帽子王，他恐怕是顾不上了，甚至他现在自己也急需一顶铁帽子了。关于习近平即将垂帘听政的传闻，观众朋友您怎么看？而曾庆红脑袋上的这顶铁帽子是怎样炼成的？一顶铁帽子为何让习近平4次撼之不动？曾和习是怎么彼此对上眼，从情意绵绵走到最后必须决一死战的地步？这2个都不愿意退场的男主，是不是终于到了要手拉手谢幕的时候了？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邵峰。清朝有一种王爷叫铁帽子王，皇帝赏的铁帽子一戴，世袭罔替，贪了也不怕，败了也不倒。虽然清朝最后一个铁帽子王庆亲王奕匡早被革命浪潮卷走了，但到了洪朝末日，这顶帽子还真有人敢戴，上面绣着3个字曾庆红。这位中南海里的宫廷心机王，可是这场洪朝宫斗剧中最深得真传的角色之一。他的铁帽子可不是皇帝赏的，而是他自己斗来的。曾庆红权力滔天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习近平敢动手吗？他真真假假的动了几次，只是曾的这顶帽子戴得太牢，几次都没摘下来。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率先站在铁帽子下的曾庆红，虽然还没被连根拔起，但绝对不会永远安全。铁帽子即使粘在头顶上了，早晚也得被人摘下来。而看习近平的样子，他自己退居幕后，也是要争夺一顶铁帽子的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最新爆料说，中共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或将成为中共政坛的一个分水岭，习近平将被迫交权，甚至全面退场。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取代习，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。曾和习终于走到了要一起牵手谢幕的时候了。习近平搞的是反腐式内战，而曾庆红也奉陪到底，点燃了一场场的暗战。习家阵营第一次发起进攻是在2015年，那一年习近平刚打下前政法王周永康，气势如虹，官媒有发文有出书的，庆亲王你懂得。曾庆红与庆亲王同有一个庆字，这铁帽子就是为曾庆红量身打造的，毫无治国才能，却深得一把手欢心。家族坐有巨额海外资产，再大的丑闻也能稳坐钓鱼台，还热衷于搞圈子，这个帮那个派的那个人，光说不点名，却人人都明白是谁。一时间传言四起，要抓了要抓了，只可惜等来的是平息，不是落锤。第2次是在20大之前，习近平为连任3连霸火力全开，与当时反习浪潮的总舵主曾庆红斗的是火花四射，江派的亲信们一个个的被接连拔掉，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，也没有铁帽子王，又叫嚣了一遍。但是当习坐稳宝座后，曾也不反对他3连任了，关于铁帽子的风声又一次悄悄散去了。习近平3连任后，可谓昏招连连，步步错，越是勤政越亡国，终于搞得自己人是损兵折将，
外边人都得罪光了，而经济民生更被他折腾得惨不忍睹。这个时候又想起老生常谈了，反贪腐打虎，一步不停歇，半步不退让，没有铁帽子王。习近平上台后，好像是谁腐败谁完蛋，但每次打虎打到曾庆红的边上就没了，就且听下回分解了。就在习近平领衔主演的反江大戏演到高潮，江派大将周永康、薄熙来、徐才厚等人一个个被打下，观众们都在等那个躲在幕后的模糊影子什么时候会被打回原形。结果剧中曲响起，习近平几度刀起刀落，还是成功的绕道而行，完美避开了曾庆红，一根汗毛也没动。而这最后一次，习近平一出门，似乎就到了敌占区。传闻元老派、团派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经暗中掌权，江派曾庆红的残余力量也在找机会做最后的反扑。于是没有铁帽子王的话再次重现江湖，反倒让人疑惑，喊了这么多年，你到底动不动他，还是在自我催眠？这次怎么听怎么觉得是为了自保而喊呢？习近平真正害怕的铁帽子王，现在到底还是不是曾庆红，还是另有其人了？曾庆红长期跟随江泽民，是中共集权腐败体制和种种灾难的深层制造者之一，动他恐怕就不只是树倒猢狲散，中共的根基也要跟着地动山摇了，而历史还没演到最后的尾声。曾庆红出生于红色权贵之家，从小在红旗下长大，却不是只会背毛选的书呆子。青年的曾庆红就种下了阴谋权斗的种子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曾揭秘，曾读了不少明清的宫廷密会，估计他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宫廷斗争，皇帝怎么斗太监，太监怎么整皇子，皇子又是怎么反杀太傅的。所以在之后错综复杂的红潮局势中，他成功实践了保护自己、打击异己的功夫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曾庆红在石油系统干得并不起眼，直到他遇上了贵人芮杏文。芮派亲信曾庆红先去上海给他探探路。当时芮杏文和江泽民两人同时空降上海，一个当书记，一个当市长，他俩的政见一右一左，刚好不合。当时谁也没把这个笑起来像灌了风的江市长当回事，只有曾庆红嗅觉敏感，闻到了变局的味道。他迅速地改其意志，从芮杏文倒向了江的怀抱。后来芮被冷处理，江上了位，冲进了中南海，曾庆红也跟着平步青云了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和中南海的大内总管。再后来，曾庆红和他的主子老江一起退而不休。曾庆红像一只幕后操盘的章鱼，触角伸进组织部、国安部、政法委、香港办，还有那无数个资本圈、上海帮、太子党、石油帮等等。春风得意之时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再到国外的高官巨商，都围绕在他这个江派老二的身边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拳头场上的老狐狸也有看走眼、下错赌注的时候，因为他遇到了扮猪吃老虎的习近平。2007年，眼看着接班人之争陷入焦灼，曾庆红忽然灵机一动，推出一个看似人畜无害、笑容可掬的乖孩子习近平。曾庆红曾对自己挑的这个折中的过渡人选十分满意，这孩子好，没啥野心，也没派系，一根绳子就牵住他了。维基解密网站一份2007年的美国外交电文证实了这件事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小子翅膀硬了就会收起笑容，亮出刀子，还反手一记猛捅。对于当初的这个选择，
估计曾庆红后来肠子都得悔青了。2012年，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夜奔美领馆，揭开了薄熙来、周永康政变的大幕。习近平险些没被提前杀青出局，据说幕后总策划正是老曾，而且他还一直不收手，不把习搞下来誓不罢休，这让习近平大彻大悟，原来我不是被选上接班的，而是被选上祭天的。从此，习近平一改温和形象，开启了政变的续集——复仇者联盟。他打着反腐的大旗，一个个剪掉曾庆红留下的群编党羽，给你来个清仓大处理，一路杀到了曾庆红本人的大门口。这时候的曾庆红才意识到，哎呀，我怎么把狼养大了？于是，就习近平寻求3连任的关键时刻，习与曾不可避免地来了一场生死决战。习近平当时曾公开宣战，在重大风险、强大对手面前，唯有主动迎战、坚决斗争，才有生路出路。逃避退缩、妥协退让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曾习双方就像在玩间谍片，你有猛料，我有黑幕，一时间你来我往，攻防不断，比什么大片都刺激。在江泽民的时代，你可以说江是舞台中央的演员，但真正写剧本、安灯光、掌音效的是他的军师曾大导演。曾庆红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幕后掌控局势的摄政王，没想到到了习近平这里，他根本不接戏，直接抢了主角光环，顺便还把导演也踹了出去。习近平连任称王后，曾庆红恐怕只能望中南海兴叹，我当年是让你接班，不是接我的命啊。曾庆红和习近平两人从携手合作到兵戎相见，唯一的启示大概就是在中共的政治里，没有永远的恩人，只有永远的敌人。你扶他上马，他可能还真把你踹下车。曾庆红不只懂权术，还带领着家人，特别懂钱从哪里来。2008年，一个叫做曾伟的中国青年在澳洲买豪宅，一掏就是3000多万澳元，差不多是2.5亿元人民币，还说不够，再砸500万澳元装修。澳洲人的眼睛简直都看直了，澳媒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非得挖出曾伟是谁。原来是曾庆红的公子。这位曾公子靠着血脉机智，通过一顿神操作，还低价吞掉了山东省最大的国企鲁能集团，只花了30多亿人民币，就买了个价值700多亿的庞然大物。这不是商业奇才，就是宫廷谋士啊！鲁能看着是国企，其实早被人吃干抹净了。当国外为之震惊的时候，国内却一片风平浪静。为什么？这些居然全都摆平了。谁摆的？当然是他老爹曾庆红了。人家不用戴皇冠，戴铁帽子也是一样的，照样发号施令。曾公子做生意胃口很大，坊间曾流传他的一句名言：没有2个亿的进项免谈。而且曾公子刚刚出道的时候，那注定就是个商业奇才了。曾庆红有一次很骄傲地向朋友说道，因为儿子决定经商，要努力销售人们需要的商品，为此甚至还运来一卡车西瓜，证明自己要这样做。转眼到了第2年，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了北京队与 AC 米兰的友谊赛。中共元老王震的儿子王军告诉曾家的一个友人，这场球赛是曾伟赞助的，是他邀请了 AC 米兰。对，人家卖1年西瓜就能赞助 AC 米兰了，还真是不服不行。曾家后代还有一个名门女将，名叫曾宝宝，她的故事可以说是成也大伯，败也大伯。她的大伯曾庆红掌权时，她的花样年地产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曾宝宝自己也跻身过胡润大陆女富豪榜前20位，但当他的大伯斗不过习近平时，曾宝宝的花样年也被整得差点破产。
曾宝宝似乎也曾暗中向习宣战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，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交给屁股做的最定的那个，其他七嘴八舌，致谢不虑。红潮内斗，我们看到的是戏，演员们却个个设计的是局。中共权力核心就是不停地互相清理门户，江派清完了，现在团派回温，习派有危险了。但隐身幕后的铁帽子王似乎还没事。现在剧情的走向是习近平会继续大战铁帽子王呢，还是习抢过来铁帽子准备扣自己头上呢？观众朋友，您觉得谁会是习近平最后的敌人呢？欢迎留言一起聊聊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